电视剧《无所畏惧》中热依扎饰演的罗英子是花了200万找方力宏给自己打官司，这是他破局的一步棋。但看完最新的剧情，突然感觉他这是蠢到家的举动啊！我们看看当时罗英子要面对的问题，一个是刘明借了诸多私人借贷，大概还有500万，一个是房子被拿去抵押给银行了，一个是公司法人变更的问题，一个是离婚的问题。那么根据《无所畏惧》的最新剧情，这几个问题热依扎饰演的罗英子是如何解决的？私人借贷的问题，罗英子是认了，和那几个老板达成了私下协议，偿还总额的 80% 就可以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罗英子知道这些私人借贷都是社会闲散人员，想不还这些钱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你说你罗英子干嘛还要走起诉的那条路？你不是闲的吗？因为这个问题最后还是靠着周老板出面解决的，也就是说罗英子一开始通过周老板把那个几个人找出来，吃顿饭，把事情聊清楚就可以了。没记错的话，当时没还的私人借贷最多就500万，罗英子手里不是有600万现金吗？直接拿出400万还了就得了呗，干嘛还要拿出200万去请方力宏当自己的律师啊？脑子有问题啊！无所畏惧中热依扎饰演的罗英子在私人借贷的问题上就没有打官司的必要，而他和刘明离婚的问题，这就是走流程的事情，根本用不上方力宏。罗英子哪怕是找个胡同里的小律所都可以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房产抵押和法人变更问题了。话说房产抵押给银行的事情，罗英子好歹是律师啊，家境一直不错的，最起码的常识，这种大额借贷肯定是有视频和拍照留证的，就算那个经理说监控坏了也不是问题，监控是监控的问题，经理要是拿不出视频和拍照留证，那么这笔借贷就是有问题的。热依扎饰演的罗英子明知道自己没去抵押过房产，明知道签字是伪造的，怎么还怂了呀？笔迹鉴定只是一个办法而已，你咬死了银行有重大过错，这笔借贷银行就是要有重大责任的。这也不需要方力宏啊，你找个差不多的律师也可以搞得定。其实剩下的就是法人变更的问题。那么还是那句话，你罗英子花200万委托方力宏的意义何在呢？你都啥样啊？这笔钱留着给自己周转，应付债务问题不是更好吗？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想用这200万保住的工作，但这就更扯了。律师是可以赚大钱，但可不是所有律师都能赚大钱，多少人律师多少年都挣不来200万，你罗英子保这份工作干嘛？再说了，这世界上就只有那一家律所吗？你非要留在那里才行。所以说无所畏惧中热依扎饰演的罗英子花200万委托方力宏给自己打官司，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在几个案子中，方力宏的作用可有可无，说句不好听的，在法庭上罗英子身边拴一条狗，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解决问题时，那个周老板可以顶上10个方力宏了。要是说方力宏出手，私人借贷的问题上给罗英子减少了损失，在房产抵押问题上直接让银行吃瘪，整体上让罗英子身上在债务少了许多，这是罗英子花200万的价值所在啊。可是呢，方力宏几乎是啥都没做，就在一旁给罗英子加油鼓劲了。合着罗英子是花了200万请了一个啦啦队呗。要说罗英子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但你要是花20万我也认了，但那可是花了200万呢，不知道的以为罗英子的工作是什么金饭碗呢。总之就是完全看不懂罗英子的行为逻辑，好像是家里太有钱了，烧的一天不糟践点钱心里就难受就不舒服。话说罗英子最差的结果，债务都认了，房子被银行收走了，资产都拿去还债了，他依然是大多数平常人比不了的人呐。他父母在老家还有家底的，起码2套房子啊，还有存款，他回家仍然可以当公主。而且他也不是老赖，身上没任何问题，想当律师那就接着当呗，没人拦着他呀。所以还是看不懂他舍得花200万请方力宏当自己律师的意义何在。